你有没有想过，赚钱、创业和开公司这三件事到底是不是一回事？在咱们这片土地上，大家骨子里都爱创业，这是全球都知道的秘密。但更让人吃惊的是，我们居然催生出了一条全球最特别的 GET 支柱。一边是台积电撑起的高科技出口，另一边呢是无数想翻身的小老百姓，用他们的努力甚至负债支撑起来的创业失败产业链。你知道吗？每年有超过10万家新公司注册，可5年后活下来的连7%都不到。更吓人的是，这其中有80%以上的失败根本不是因为产品不好，也不是客户没找着，而是他们还没赚到1分钱就急着去开公司、装修店面、弄股权、印章程。结果呢？产品还没卖出去，客户还没影儿，税务、社保、房租、会计费这些开销却像连环炸弹一样，噼里啪啦全都来了。这些人不是不努力，也不是不聪明，他们只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，因为没人教过他们，创业它不等于开公司，更不等于立刻赚钱。我们的教育没讲透，社会也说不清楚，那些所谓的创业补助，总要你先注册公司。创业课程的第一堂考就教你怎么填公司设立表单，甚至银行都会对月入3万的年轻人说，来，你可以开公司。可一旦你真的开了，才发现那是一个责任巨大、税制复杂的大机器，你的现金流被牢牢锁死，所有的弹性都没了。很多人根本撑不过1年，就从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变成了背负累累债务的责任人。在这个商业游戏里，99%的创业者就是被人推上场的 ，NPC 成了替别人试错的炮灰。学校从不教这些残酷的真相，新闻只会报道谁又开了新公司，却从不揭露那些开公司后可能面临的困境。今天咱们就来彻底聊聊，为什么富人开公司能变成一种杠杆，而普通人开公司却常常成了自伤？有一种创业的悲剧，叫做你还没赚到钱，就先替别人缴了3年的税。这不是什么极端案例，而是每年几万人的真实写照。很多人一开始只是想做个副业，卖点小商品，接点案子，搞搞团购，结果不小心做到了月入3万块，身边的人就开始鼓动，这下该开公司了吧？或者报了个政府免费的创业课，第一堂就教你怎么填公司设立表单，于是商业模式还没搞懂，市场反应也没测试，甚至连稳定客户都还没影儿，你就稀里糊涂的注册了一家公司。接下来就像踩上了一颗连环炸弹，社保、人事、税务发票、记账、租金报税、会计师，这些东西一旦启动，这不是想停就能停的，结果你根本没真正赚到钱，却已经被现金流压得喘不过气。这就是典型的顺序错误，说白了，你就是把一只还没长大的小鸡直接丢进了只能屠宰成熟鸡的加工厂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当然活不下去，当然活不下去。问题的根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相信了那碗毒鸡汤，创业就要开公司。错，你真正该记住的是，创业不等于开公司，更不等于赚钱，这个道理太重要了。咱们再说一次，创业归有于开公司不等于赚钱。如果这3件事的顺序搞错了，你就会用血和汗去换教训；但如果顺序对了，你才可能用杠杆去换取自由。还记得小张的故事吗？他30岁学了点手摇饮技术，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。他算过，只要1个月营业额过10万，就能覆盖房租和原材料，赚个生活费没问题。于是他贷款50万注册公司，租店面买设备，还请设计师做了 logo 和 DN。公司刚成立1周，税务局的电话就来了：您好，请记得定期报税，并登录劳健保员工资料。3个月后，他发现扣掉税金、保费、营所税、账务费、电费、管理费，耗材，他实际到手的钱比打工时还少。半年内，小张负债超过30万，他哭着说：我本来只是想赚点钱，结果变成我爸妈在帮我还卡债。这可不是个例，这是咱们台湾创业失败产业链的基本入场门票。再来看看另一位阿豪，他28岁，原本是补习班老师，辞职后他用个人名义接家教，慢慢发展出自己一套升学系统，把教材录成影片放到网上卖。1年后，他的营收突破100万，几百位学生在线学习。这时候他才注册公司，找助理设立工作室，准备向教育补助申请扩编系统。他们的区别在哪儿？不是运气，也不是学历，而是顺序。小张是从注册公司开始硬撑现金流，阿豪是从产品变现开始，然后再看公司有没有需要。创业不该从开公司开始，而应该从交易模型、现金流、稳定收入开始。当这3个元素都跑顺了，再来谈公司制度、法规、分润、补助、节税，那才叫做用公司来放大成果，而不是被公司拖垮。统计数据显示，那些在开公司前还没赚钱的新创公司，5年内的死亡率超过93%。相反，先靠个人名义做出稳定变现，再开公司的人存活率提高了将近9倍。这可不是在鼓励大家别开公司，而是在提醒你，开公司它应该是你的杠杆，而不该是你的束缚。那富人为什么开公司呢？说白了，他们根本不是在做生意，而是在用公司玩杠杆。很多人以为富人开公司是因为他们比较会赚钱，其实完全错了。我跟你讲句实话，真正的富人开公司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操作制度。他们根本不是在听商品、听客户、拼案子，
他们玩的是用公司做了些个人不能做的事，借更多报更少，领更多赔更轻，卖更高。这里有6招，一般人根本没被教过，我来一个一个讲给你听。第一招，政府补助，普通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请补助，或者觉得流程太麻烦，干脆不碰。但富人超爱这招，开个公司光是名义合法，就能申请各种创业基金、研发补贴、雇主训练费用，这个不是几千块小钱，一次就可以领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现金补助。这钱拿得心安理得，因为是用公司的名义。我认识一个做电商的朋友，开公司后去申请青年创业补助，直接过了120万，什么都还没赚，就先有了半年的薪水。第二招，低利贷款。普通人借钱都是信用贷，利息动不动就12%、15%，借个50万就压力大到睡不着。富人怎么借？他们用公司名义跑营运贷款，资金周转、设备融资，利息只要2%-3%，而且金额可以拉到500万、800万。你说差多少？人家用同样的本钱拿到3倍的资源，还不用怕还不上，因为是公司的账，规划的好，压根没压力。第三招，合法节税，这一招才是真正的财商分水岭。普通人赚100万，乖乖缴掉40万的税，痛得要死。富人赚100万怎么做？他们把钱拆成薪资成本、研发投资折旧，操作完可能只申报20万的所得。讲得更直白点，普通人是照规矩缴税，富人是照制度拆税。我身边有个朋友一年赚300万，他用公司给自己发薪资120万，其他的拿去报设备费、教材费、师资培训费，开销一大堆，最后实际缴的税只剩下20万多一点。第四招，资产操作。普通人开公司是拿来做生意，富人开公司是拿来养资产，像是开发电商品牌内容账号，只要有估值有人想买，公司就是一个资产的壳。某个造系统做了2年没什么营收，但股权估值拉到5000万，投资人一进场，创始团队手上的股份瞬间变现几百万，这不是卖东西，这是在卖公司本身。第五招，风险隔离，你知道吗？普通人开副业，如果出了事，债权人会直接告到个人，甚至连家里的房子都可能保不住。但公司是法人，一家有限公司资本额是20万，出事最多赔着20万，所以谁在开公司不是有钱人，是懂得怕风险的人。第六招，资本市场杠杆，这个最硬核。富人开公司的终极玩法叫做股权放大，让公司上市、被并购、被增资，让一间公司值钱的金额远大于他赚的钱。我家生技公司上市那年，原始股东投了100万，退出时拿回1亿，这跟开面店、开补习班、卖衣服完全是不同等级的游戏。所以你以为富人开公司是为了多赚一点点钱？错，他们根本没在赚钱，冲在建杠杆，是用公司把制度变成自己这边的优势。公司不是装门面，公司是财务武器。普通人拿它来做生意，赔了还觉得运气不好；富人拿它来拆税、借钱拉估值，连赚2圈都还没开始交税。所以那些还在用要不要创业，就看要不要开公司这种标准来衡量的人，早就被制度收割好几轮了。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该开公司？是收入破10万，朋友都说你可以创业了？还是因为补助快截止了，所以赶快考去登记？讲难听一点，这些都是在找死。真的很多人副业才刚起步，朋友一讲，老师一劝，业务一推就冲去开公司统编，还觉得自己很认真很专业，结果隔月发现开发票要钱，报税要会计，鉴保费比原本还高，薪资一报税就一堆，还要准备报价单、报表、账册，还原金流逻辑，整个人被制度吃掉，每天不是在做生意，而是在鼓资料、跑流程、扛责任。公司它不是用来证明你要成功的，公司是用来撑结构、吃制度、放大结果的。如果还没走到这3个状况就开下去，只会让你整个副业原地过劳死。我直接告诉你3个状况，真的到了才开，不然免谈。第一种，对方要你开发票给报价单，不能再用个人名义了。我跟你说个真实例子，我们那时候3只小猪课程刚起来的时候，都是在亲子社团补习班开实体课，一场收5、6千，大家觉得很爆。结果有一天，一间学校打来说想要合作，我说好，对方第一句就问，请问你公司抬头是什么？我们这边要看案子。当下我就傻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统编，没有报价单，没有公司章，什么都不能谈。这时候我才懂，公司不是拿来耍帅的，可是拿来签约、开发票、报政府账用的。没有这个结构，你根本接不到 BTO 这块大肥肉。第二种，你一年收入已经突破200万，不开公司税会把你吃死。还是说个例子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教线上简报课，一年做到280万，超猛吧？结果一报税缴了快60万，他打来跟我说他想哭，因为根本没什么成本能报，全用个人户收款。我说你早就该开公司了，课程平台费、剪辑费、设备费、出差费、租空间这些通通报进公司，马上省下2/3的税。隔年开用公司报账，同样的收入，只缴了18万，算算看差了几倍。这不是操作技巧，这是制度允许的正当选项。用公司报账不是偷税，是聪明。不开公司把自己绞死，真不值得啊。第三种，你开始租空间、进货、请人，需要隔离风险了。最后一种情况，很多人死得最惨，就是产品卖起来了，想拓店、讲囤货、讲请人，但还用个人户在扛。
有个做生鲜创业的朋友跟我超熟，他一开始做冷冻鸡肉配送，一切都顺，他租仓库请物流，全部都用他个人身份。因为想省麻烦，结果某天断电，冷冻库全坏掉，200万的货全毁。客户要求赔偿，厂商要追货款，结果是什么？不是告公司，是告他这个人。他的账户被查封，连他老婆的银行账户都一起被锁。他一个人扛了公司该扛的事，撑不住很正常。你知道那句话吗？不是开公司的人比较聪明，而是没开公司的人根本没有盾牌。所以我说，开公司是有杠杆价值的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撑得起来。如果不是要签合约，不是有节税需求，不是要隔离风险，那真的没必要开那么早，开下去只会让钱变少，压力变多，选择变窄。有点弹性，撑住现金流，先用对逻辑，过完第一段，你才有资格拿公司当杠杆去放大。大家都在讲补助，政府给钱了，创业不用怕了，登记公司写个计划就可以拿到10万、20万。等真点，那不叫补助，那叫试炼。你知道很多人怎么死的吗？为了那几万块冲去开公司，填资料、跑流程、买设备、设 KPI， 还要报税、写结案报杠，钱还没下来，人已经快过劳送医了。最扯的是，拿到补助之后才发现，那根本不是钱，是责任书。你还要自己先垫款，再来报账，对发票验收一不合规，还得全额退回加罚款。讲白一点，穷人把补助当救命钱，富人把补助当杠杆，结果一个被拖垮，一个拿来变现。我说一个真实的例子，之前有个年轻女生想做天然宠物点心，朋友跟她说有创业补助，她就冲去开公司，1毛钱都没赚过，产品也还在试口味，结果光是准备报表、跑说明会、写3份计划书就搞了快2个月。后来补助合了8万，但她根本没现金垫款，设备买不齐，流程卡关，结案也过不了，最后不但没赚钱，还多了一笔贷款去补暂掉的库存。这很努力，很认真，可是顺序错了。反过来讲，会玩的富人怎么操作？讲最简单的，我有个朋友，他做电商顾问，用公司名义申请研发升级补助。为什么他可以申请？因为他本来就有固定案源，有稳定收入，还有外包技术成本可以报账。他写的不是我要创业，而是我公司要开发新工具，提升效能，报了30万，合了20万，他没花自己的钱，所有成本都事先跑账，有公司有报表有预算逻辑，一切都对得上。这等于政府帮他发了半年的人事费，他只用现金流再滚一次，整个业绩多赚1倍。这叫用公司撑结构，再用补助放大结果。补助不是不能拿，但请记住一件事，拿了起不等于撑得住，会写不等于能操作，金额大不等于有赚头。很多补助根本就是资本链游戏，有公司有收入有资料有会计的人才拿得到吃得下赚得出，没有这些你就只是拿命去换一份可能被推荐的报账表。你现在问自己3个问题：有稳定收入能撑报账周期吗？有人帮你跑流程报账验收了？拿到补助对你本业真有放大效果吗？这3个只要有一个答不出来，补助先放着，命先顾好，赚越多税越重，因为你没用公司节税，白白吐了30%钱，还不知道吗？很多人说我今年业绩不错，总算年入破100万了，结果报完税直接爆掉，国税局比客户还凶。这不是错觉，这是制度设计，本来就这样，个人赚越多，税率就越高，公司赚越多，只要结构对，税反而可以压低。你不相信？我说个真实的例子，我有个做自由接案的朋友，他是艺人公司，没有团队，靠专业技能接顾问案，1年做到280万，超棒吧？结果他报税那年，傻傻用个人户收款，没报费用，没拆账，报完直接痛缴快60万的税。我问他，你有买电脑吗？请人剪片吗？出差坐高铁吗？那个都不能报哦。他脸一垮，我都用自己钱付的，那就是白白送给政府一笔钱了。后来我帮他重整结构，开公司是正常账，费用能报的全报，第2年收入差不多，报完只缴18万出头，光节税就省了42万。哎，那不是钱吗？那是他半年生活费加上旅游费，还包了一套器材的钱。很多人以为开公司会缴更多税，其实是反过来，用个人名义赚钱，赚越多税越重；用公司赚钱，只要懂操作，税可以控制，钱可以留下，资产可以建立。我给你看一个很简单的逻辑，个人收入200万，扣除免税额后报税，大概要缴40到60万的综所税、健保补充保费、劳保自付额。公司收入200万，请自己当员工，发120万薪资可以报个人，剩下的80万用公司支出项目、设备、行销差利，报掉60万，只剩下20万利润要课税，公司税率20%，只缴4万，这就公司是节税机器，懂得拆账报废发薪资，就能让合法报税的你多存几十万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所以我现在收入不多，是不是还不用管这些？错了，这不是收入高还该学，而是一开始就该知道的游戏规则，不然你年年努力赚到钱的时候，一半吐给政府，连账都来不及看懂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大家最常忘，用公司买电脑、印教材、请助理、租教室这些，只要合规就能报账抵税，用个人买这些只能认亏报不进去。你是在帮公司赚钱，还是被制度拨钱？差别不在薪水，而在结构。富人开公司不是为了做生意，是为了把公司变成提款卡。
当前为止，我们讲了公司怎么帮你报补助、节税避风险、养团队、转资产，但这些说穿了，报还只是基础操作。真正的富人开公司不是为了做什么新兴生意，而是把公司当作资本市场的跳板，让钱自己找上门。这个逻辑普通人几乎没听过，因为大家还在问今年营业额多少，但富人问的是这间公司什么时候能卖，估值能拉多高，谁会收。我说一个真实案例。台湾某间做小型线上预约系统的软件公司，产品功能老实说没什么创新，订阅用户也就几百人，月收不到30万。但他们懂游戏规则，有开发团队，有使用者数据，有稳定营收模型，有专利，加上一点品牌口碑。结果某间做电商系统的公司看上了他，直接开价1.2亿全额收购。你没听错，月收30万，收购价1.2亿，不是因为他赚很多钱，而是因为他有公司、有产品、有数据、有结构，能转手。这叫做资本市场会看的可转让标的。而那位创始人怎么做？他保留20%的股份，拿到2000多万现金，同时进入新公司当顾问，继续每月领12万顾问费。原本3个员工，现在全部升主管，进新公司当中层干部。这叫公司杠杆跳板，不是打听换收入，而是公司变成提款卡，帮自己换阶层。但普通人怎么做？公司结案，用自己去换现金，用劳力撑现金流，用时间熬成老板，到最后公司还是自己一个人撑。没资产，没估值，没接班，没人要收，结果想收一收关掉，不要担心退货、税单、欠费，还赔光最后一笔退休金。公司真正的高端玩法，不是拿来做，而是拿来转的。做媒合型平台，用资料变成流量资产；做课程型品牌，用口碑变成授权资产；做电商型公司，用会员与回购率变估值筹码；做内容型 IT， 用粉丝数据加上触及率变换股资产；做系统型公司，用流程与自动化能力变技术入股。只要有人接得起、看得懂、算得出风险，你就能套现、换股、换段位。也还以为公司是拿来经营的，真正懂得早就开始在问我要怎么设计这家公司，3年后有人愿意收，5年后可以 IPO 或者成为母公司吃掉别人。创业不等于开公司，不等于赚钱，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开始？到这点我们已经把整个公司杠杆的6个玩法都讲完了。拿公司来申请政府补助，把免费资源变现金，拿公司去做低利贷款，不靠信用卡也能调资金，拿公司来节税，赚得多还能合法少土税，而公司来做资产转让，创业者自己就是投资标的，拿公司来切割风险，让错误不会一次毁掉人生，拿公司来跳板资本市场，把创业做成退出剧本。这6招完全颠覆了多数人对公司的想象。但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我是个刚起步没资源的小创业者，该怎么开始？难道我现在就要开公司吗？还是该先做点什么？讲真话，这一题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完影片抄了笔记，如果不落地，还是一样被现实教训。所以我帮你整理出一套普通人版本的起手式，没有资本也能走进来。第一步，副业验证商业模式，不急着开公司，先用个人身份测试市场，找出能跑通的小模型。不管是做设计、卖课程、开团购、顾问、社群、带货、写文案，都要先跑通3件事：有人愿意付费，能重复产出与成交，收入稳定破10万月。这一阶段不要急着开公司，公司等死只会让你成本变高，压力变大，钱流卡死。第2步，收入规模明显成长，或开始接触 B 端申请补助，就该立刻开公司。什么叫 B 端？只要你开始谈合约，对公司收款、申请案子、租用空间、买设备、做报账，这时你需要公司，不是因为帅，而是因为你要进入游戏的下一关。开公司不代表你很强，但不开就进不了这些门。第3步，开公司之后要懂得用而不是养，用它报费用、设账、申请补助、做结构、准备估值，而不是天天只想赚多少才值得开公司，而是思考怎么设计3年后这间公司值多少钱。懂这个才是真的走进有钱人的逻辑。我知道这一整期资讯很多，但你只要记住一件事，公司不是用来证明你专业，而是用来保护你未来的。没有人会帮你避税，没有人会替你扛风险，更没有人会教你怎么把公司完成资产变成出口。这期就帮你全部拆给你听。一直以来让人陷入创业地狱的，不是没拼命，也不是没想法，而是一开始就开公司，是还没搞懂怎么赚钱，为了补助，为了贷款，结果反而让压力提前上升，把公司当神主牌，最后什么都绑死在自己身上。最惨的是出了事，连个可以隔离责任的结构都没有。这些问题都是顺序错了造成的，而公司杠杆的6大用法，就是帮你把这些顺序一个一个校正回来。不是一开场就创业，而是先验证才开公司，再打资本牌，这样走才稳才快，才不会让你一场热事换一身债。公司不是目标，它是工具，而工具要怎么用，决定你是走向翻身，还是走向掏空。我用这6式杠杆，把你从赔光热情的创业地狱拉回能放大的财商思维，剩下的就看你怎么选了。